老子负责在前面写书，闺女负责在后面当副教授研究老子。可是谁能想到啊，这篇研究钦定的论文居然也是抄袭的呀！更让人震惊的是啊，当学校开出顶格处分之后，背后那些吹捧他的、给抄袭论文一路放水的文坛大佬，这回一个都跑不掉了。各位，最近国内的文化圈和学术界连续吃了2桩熟透了但也荒谬到了极点的大瓜。这2个瓜的女主角曾经在咱们国内那都是被媒体被大咖们捧上天的顶级才女。结果呢，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这2大才女前后脚发了官方情况通报，一个比一个丢人直接把国内文化圈和学术界那层虚伪的遮羞布给生生扯了稀巴烂。事情的起头呢，是7月13号中国人民大学发的一份情况通报。通报里写的是清清楚楚当年的天才少女蒋方舟论文涉嫌学术不端，大量内容与境外期刊一模一样，既不标引用也不列文献，学校当场宣布直接撤销她的学位。可大家还没从蒋方舟的翻车里回过神来呢，仅仅2天之后7月15号又一份重磅通报落地了。西北大学发布了官方通报，对贾浅浅学术造假、抄袭他人论文的行为做出了顶格处罚，撤销学位、摘除职称、解除聘用，彻底终结其学术生涯。很多人都说贾浅浅这回算是被蒋方舟给结结实实的拖下水了。因为如果不是蒋方舟论文抄袭的动静闹得太震撼了，网友们还真不至于拿着放大镜把贾浅浅今年3月份被实名举报的那篇抄袭论文给翻了个底朝天。但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太天真了随着贾浅浅被顶格处罚，一场席卷整个文坛学术圈的清算大网才刚刚拉开了序幕。那些多年来抱团吹捧、刻意抬举、违规为其铺路的学术推手们，正在被全网和官方一个一个的揪出来。那今天呢，咱们就扒扒这2位大才女背后的学术注水和商业操盘，再带大家看一看那场迟到的让无数人睡不着觉的文坛大清算。咱们先聊聊蒋方舟提起这个名字很多80后、90后应该不陌生。7岁写作，9岁出书，高3被清华大学将60分调面录取，大学一毕业就直接破格当上了《新周刊》的副主编。在西方的闪光灯和国内各大公知的饭局里，蒋方舟这个名字就是独立思考和天才少女的代名词。可是就这么一个被无数公知和大咖们众星捧月捧出来的神童人大的一纸通报直接把他的真实底盘给亮出来了。原来所谓的才女在学术上玩的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低级把戏更绝的是什么？是蒋方舟背后的商业资本切割动作。现在的网友个个都是福尔摩斯大家顺着人大的通报一查，赫然发现就在人大发通报的3天前也就是7月10号，有一家叫东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企业悄没声的就把工商变更给办完了。这家公司以前的法定代表人是谁呢？是蒋方舟自己。变更之后变成了谁呢？变成他的亲妈尚爱兰。那紧接着大家发现蒋方舟名下关联的另外4家公司现在的状态无一例外全都是已注销了。好家伙，这套连招简直比老司机漂移还要丝滑一看到风向不对了，知道母校要发通报锤自己了，立马在商业上展开大切割把法人转给懂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的亲妈，把能注销的公司赶紧注销。这种熟练程度直接证明了一件事，他根本不是什么脱离低级趣味的纯粹文人，他和他身后的团队是一个极其精明，把才女人设玩得炉火纯青的商业操盘手。只可惜天道好轮回，你在商业上的账能切割，但留在白纸黑字上的学术污点你是怎么也切不掉的。天才少女的光环终究成了历史的笑话。蒋方舟这头刚刚现了原形，围观的网友们情绪正顶在脑门上呢，大家顺手一抓，就把学术圈的另外一个大仙儿贾浅浅给拽到聚光灯下。贾浅浅的事情是今年3月份被一位博主实名举报的。博主拿出了铁般的证据指出贾浅浅的一篇核心学术论文涉嫌直接抄袭了4位不同作者已经发表的文章。那一直到了7月15号，西北大学的顶格处罚通报才终于在万众瞩目中落地了。这2个人的翻车为什么让老百姓觉得特别解气呢？因为蒋方舟代表的是媒体和资本强行包装出来的假神童，
而贾浅浅代表的则是文坛内部近亲繁殖、圈子分蛋糕的文二代。咱们看看贾浅浅在翻车之前的履历啊。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一个大学副教授总得有拿得出手的学术研究成果吧？可是大家去翻看贾浅浅的学术成果，那真让人大开了眼界啊！他这辈子最核心、数量最多、最拿得出手的学术论文，研究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亲爹，著名作家贾平凹。各位，做研究需要的是客观中立，你拿自己的亲爹当直系的研究对象，这本身在学术界就是个天大的笑话啊！老子在前面写书，闺女在后面当副教授研究老子，老子的人脉把闺女捧成文学协会的副主席，闺女写论文继续把老子吹捧成当代鲁迅。这种完美的家族内部产业链把学术资源的世袭和吃空饷玩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闭环啊！可是最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篇闺女研究亲爹闭着眼都能写出来的吹捧论文，贾浅浅居然连自己动脑子写都懒得写，还要去同时抄袭4个不同作者的文章。这已经不是学术水平低的问题了，这是把天下人的智商放在地上用脚踩啊！这是对学术这2个字最赤裸裸的羞辱。说起这个事儿全网最尴尬、最下不来台的人，其实呢不是贾浅浅，而是他那个名满天下的亲爹贾平凹。平心而论贾平凹那一辈的作家呢，本事呢是实打实的，他是从陕西最穷的农村里一步步爬出来的，早年间的日子过得是极其艰难，他是真正靠着自己手里面的一支笔吃尽了苦头，才写出了《秦腔》《废都》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巨著。他结过2次婚，这次翻车的贾浅浅，这是他和第一任发妻生的大女儿，自己吃过没有资源的苦，等自己成了文坛大佬，手里面握着无数资源的时候，这做父亲的自然想掏心掏肺的给闺女铺一条最顺遂、最风光的金光大道。所以呢，这个贾浅浅一出道就是文坛众星捧月的公主呀，各大核心期刊争相发表她的作品，各路文坛评论家闭着眼睛赞美她的诗歌有灵性。哪怕后来贾浅浅写出了那种被全网嘲笑的屎尿诗，那些所谓的文学泰斗们还能厚着脸皮出来洗白，说这是反语言表述的先锋文学。贾平凹攒了一辈子的资源和面子，像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把闺女严严实实的罩在里面。但是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时代变了呀。他那一套在传统文坛圈子里百试百灵的人情世故和资源世袭，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在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年轻网友面前根本行不通了。你把闺女捧得越高，闺女肚子里没货的真相就暴露得越快。贾浅浅的论文抄袭被官方锤死，不仅是彻底断送了他自己的学术前途更是把他亲爹贾平凹晚年最珍贵的名声给生生砸了个粉碎。人们现在提起贾平凹，第一反应不再是他的名著了，而是他那个涉嫌抄袭的副教授女儿。这种晚节不保的悲哀，真不知道该说是可怜还是可恨了。然而贾浅浅被西北大学开除，仅仅是这场风暴的第一步。古人说得好，拔出萝卜带出泥。处罚通报发布仅仅1天时间网友们就和官方一起顺着贾浅浅这颗枯藤，开始清算他背后那个庞大的学术利益集团。大家想想贾浅浅那些连普通人都觉得晦涩空洞、三观违和、毫无文采的诗歌，放在任何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创作者身上可能连发表的机会都没有那更别说出圈了。但是为什么他却能频频登上国家级的文学平台，斩获各类大奖，甚至在没有任何硬核成果的情况下，一路绿灯拿下高校副教授的教职？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一群不要脸的吹捧者。在贾浅浅最红的几年大批的文坛资深人士高校文学教授、学术评审骨干，那不惜是颠倒黑白，叽里吧唧。他们在公开的采访里夸赞贾浅浅天赋异禀，文学极具灵性。他们在学术论坛上强行把那些粗俗不堪的屎尿诗定义为伟大的先锋创作。更隐蔽的猫腻藏在那些学术评审和职称考核里。网友们深挖爆料，贾浅浅这篇存在严重抄袭、拼接、注水的论文，当年是怎么顺利通过审核、成功发表的？以前这帮人觉得圈子里大家都是利益共同体，互相护短捂住盖子就能一辈子闷声发大财。但是这一次大众不再妥协，官方也明确表态，本次核查绝不只处理当事人一人，
官方宣布针对贾浅浅学术评审、职称评定、作品推介全链条中出现的失职、舞弊、违规造势的行为，将全面复盘，逐一追责，绝不允许任何涉事人员置身事外。这一表态彻底打破了文坛圈层互保的潜规则呀！当年那些为了巴结贾平随口给贾浅浅吹捧，必要给论文放水，默许违规操作的业内专家和大咖们，如今他们当年的赞美和签字都变成了追责自己的铁证，这就叫自作自受，天网恢恢。各位，聊到这里，我们终于看清了大家为什么如此愤怒。我们反感的仅仅是抄了论文的贾浅浅吗？不，我们真正痛恨的是文坛和学术圈里那种根深蒂固、长达数十年、令人窒息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看不见的角落里有多少踏实写作、潜心治学的普通创作者和青年学者呀？他们是寒窗苦读、兢兢业业地坚守学术底线。为了发一篇论文，他们要熬无数个通宵，修改几十遍，耗费多年的心血却可能因为没有背景、没有关系，连一次露脸的机会都得不到。而那些像贾浅浅一样的文二代，资质平平、漏洞百出，甚至连研究亲爹的论文都要靠抄袭但只要他们靠着圈层人脉、同行吹捧，就能轻松地踩着别人的头顶，站上行业的高位，名利双收。这种极度不公的行业潜规则，不仅在消耗着大众对文学和学术的信任，更是在毁灭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根基文坛真正的危机从来不是某一个创作者的翻车，而是行业底线的松动、评审规则的失效，以及抱团取暖、人情勾兑的风气盛行。如果专业评审不再看实力只看这个关系和背景；如果行业认可不再看作品，只看同行的利益交换，那么这个行业的公平性就会彻底崩塌。幸好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这场对蒋方舟、对贾浅浅以及对他们背后利益集团的全方位大清算，来的虽然缓慢，但极具警示意义。他明白无误地告诉那些试图在学术界的特权阶层，在今天彻底做不下去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本该是这世上最纯粹、最干净、最严谨的领域，这里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更容不得人情勾兑和圈层包庇。最后呢，希望这场全方位的重拳出击，能够彻底肃清学术圈的歪风邪气打破那些恶臭的畸形生态，让规则回归本位，让真正的实力赢得尊重，还给所有踏实创作者一片干干净净的净土。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兰，咱们下次再见。